哎，大家伙儿早喽！3月4号星期三，今天又是合练的日子。现在差不多5点35，我已经到了。今天的课表是5个1公里。你看我弄了个水，电解质饮料。因为虽然现在看气温还是挺低的，但是不是冬天那感觉了，感觉春天那种感觉了，热起来了。我前天那30个1分钟快慢跑到一半，我都喝水去了。这壶应该是喝不完，但是为了不要那么浓。早上好，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。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。嘿，嗨嗨，早。今天带上了无锡，对，又要无锡马拉松了。对，最近这个比较暖，所以无锡马拉松的手带比较多。对，这边的汉字写出来是手带，所以就叫手带。包括你们要是跟会一点点中文的日本人交流，他会说不会说我发给你，会说我送给你，对不对？送信完毕。我再跑几百米。好消息啊，好消息！明天早晨咱们的2026黑影 TV 春季联名款就要上架了。还没给大家看联名款的衣服呢。首先是竞速背心大家看照片，大阪马拉松的视频也可以。我穿的就是那件绿颜色。之后呢是这个坎肩儿，但是这个坎肩儿红颜色的要3月25号才能有。我们第一波上的应该是紫颜色的也非常好看。这个坎肩儿穿上去更显身材，尤其是还没有那么瘦的小伙伴们。其实说实话，我穿这个坎肩儿我都觉得要比穿那个竞速背心显得身材更合适，因为我们普通人其实练不成那样。之后就是这个短裤，这个绫多微布。这个短裤就是这个黑色，黑配绿、黑配红都挺好看的。然后帽子我没戴，因为就算有联名款那个帽子，但是我可能也不能经常戴。大多数品牌这个地方，它都是那种不是这种魔术贴，是那种凸起的卡扣，别不了相机。但是就是那个白颜色的轻功的帽子，大家看昨天发的东京马拉松观赛的节目我戴的那个，这个小 logo 我们整个设计都比较的内敛，就没有大的字了，一个小的 logo， 然后之后背后一行淡淡的小字。如果您习惯把衣服塞裤子里，这个字就看不见；如果放在外边呢，就能看见。我觉得就是自己给自己的一个心理暗示吧。就像周一跟大家分享的，身体对强度的适应其实是一个适应和保持的过程。一般为什么说进入赛季或者比赛多了以后，也许会受到一些训练的影响，不是因为比赛我要减量或者怎么样，而是因为强度没有以前规律，就会造成如果你强度课1到2周没有顶到那个程度，你再一顶的前2次会不适应，就跟做力量训练一样。你常规的练，你可能肌肉状态一直是一样的，没什么问题。然后你停一段时间呢，然后你再一练，第1次、第2次，完了以后你的肌肉反应就会比较大。我周一那30个跑完就是会反应比较大。每次的赛季相对目标的比赛跑完休息1周都会这样。今天肌肉还有反应。下周末就是上海的半马，这周3和下周3的2个强度课，就是让身体再适应回半马的速度就好。能冲就冲一冲。就跟我在训练营里和我们的学员在说，到赛季了，别受伤，别生病，就肯定没问题了。因为之前大家练的都非常好。对，前2天的东京马拉松，我们一位已经结业的学员，因为他是12周的课程，在这一个12周是几个月？3个月，在3个月的训练中，当然也不全是能力提升了，还有我跟他每周聊心态的变化。他半马 PB 了4分钟，全马 PB 了11分钟，可能是10到11分钟。全马跑到了，在东京跑到了254，半马跑到了，在大阪跑到了124，非常棒。我们要集合了。我们恭喜野口先生完成了
6个大满贯，拿到了6颗星的奖牌。而且野口先生好像说是全日本只有20位把这6场都跑进3小时的跑者。估计上我没带透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好，我们的集体热身结束，准备开始。320我们应该大概3分20左右吧，试一试，看看肌肉状态。好，准备，走。今天的5个1公里，除了中间休息有减掉的部分，我几乎还是没有减。大家要想听后面我关于速度训练、关于这种课的心得和分享，那就往后倒。3分22，有点顶啊，小伙伴们。雨一下下大了，肌肉的状态一般，这不是太兴奋。准备第2组。何本いったら先頭3分20、25、はいはい。徐々に上げていって。走。
哎。313，体感比第一组稍微的好一点点，但是还是很顶，觉得腿抬不起来，哎，不是那种冲刺的感觉，但是还是能感觉出比上一组快。走。这得3分以内。
3分17。啊，这咋回事？又得扶柱子了。嘿，哎呀，我有点顶啊。我估计心率奔着180了。我手表设置了配速下限，好像是3分19。第一组和第三组时不时还会滴滴两声告我慢了。我大概知道为什么了。我们单数组这方向逆风，大家都不快。但是这季节风总变，大北城这条路其实不是一个正方向的路，它一直在缓缓的转弯，所以跑着跑着方向就错了。3、2、1，走，到。来走，来走，到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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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3分10，对顺风和逆风在身体相对极限的时候很明显，而且我的观察是，越快的速度越明显，这腾空时间更长。这一组太顶了，太顶了！最后一个肯定得跑到那种很难受，就是我和小伙伴们分享那种，我觉得就。腹部的肌肉，你甚至臀部的肌肉都不受控制了，就觉得跟要去上厕所那感觉似的。但是你们看屏幕上我休息这一组完整的心率变化，
走。到。到。嘿，30993181现在心里，还俩到再次，最后一，最后一组，来加上顶峰，但是在训练场上，我又一次没有让自己失望。前面4组最快的那组是第2组，3分10.44好像是，最后一组309.93，逆风组到700多米的时候就不行了，感觉要爆发了，还是顶住了，只有短跑会这样。他们还要跑一组，我不跑了。他们这组也不快了，也是中速吧。跑完那个速度再跑这个速度，我觉得，这人就是适应再适应。到，加油，大卫先生！到，又跑了个1公里，
今天到位了，一会儿聊。就刚才冲特快那位冲了几百米停下的先生，他走去参加场地赛的400米。大阪半马全马之后，开始恢复常规的强度训练。今天是这周的第2次，5个1公里跑得淋漓尽致。啊，哎呦，来吧，3个你们，3个，又有伴手礼了。哇，喝水。雨也基本停了一点点，就刚开始跑那个第1公里和第2公里，雨特别大。我们先看看单圈数据啊。第1个1公里3分22秒82，第2个3分13秒76，第3个3分17秒44，第4个3分10秒81。我刚才还记错了，我把3分10秒记成第2个。第4个3分10秒81。第2个和第4个的方向，就是回来这方向是顺风的，所以你看一下就不一样，就速度就差异比较大。最后一个3分9秒93，虽然不是很快吧，因为我觉得风可能有几秒，就是我那个体感应该大概是3分04、3分03的样子，但是达到了很好的训练目的。今天是4号了，还有11天上海半马。上海半马据说竞争非常激烈，我要拼一把，去拼一把吧。但是呢，最近还有一个事儿要做，就是早起早训练，然后呢，在早晨多跑一跑，试一试小速度。因为在这边参加的所有比赛，还有其他地方参加比赛，起跑都比较晚。上海会比较早，这都是提前调整的一部分。这种速度训练主要在培养一个速度的感觉。所谓速度的感觉，就是你悠起来的时候，可能觉得不一样的那种感觉。Hello， 来吧，来吧， Hello， 来吧。哎，小伙伴们，看野狗先生的伴手礼，我今天拿了3份，来自3位不同的成就。野狗先生这个好看哦。速度感我觉得分2方面，一方面是你跑动的时候有没有那个状态。今天我跟大家说，我的速度感一般，就是跑的时候呢，你会更多的觉得是这样，就是脚是往后刨的。而速度感好的时候呢，这一下你会觉得有那种虽然不是跳，但是呢有那种向前跃的感觉。这种速度感怎么办呢？就是短距离的。来一个，哇！都在一帮，拉拉去吧。哇，又有。就是这种速度感怎么办呢？这种速度感就是时不时做一做冲刺，你就能保持住，有时候保持住。但是它，我觉得我的体感跟什么有关系呢？它还是其实和你肌肉的状态。你肌肉状态好的时候，它就会特好；肌肉状态不好的时候就一般。我最近肌肉状态稍微有点一般，所以它也就一般。而这个肌肉状态其实更多的是你所有地方好不好。我先照相啊。先回家到了咱们再聊。关于这种速度训练有没有用，有什么用？其实我的观点是，就像那次大阪马拉松赛前，我跟会长冲那几次，打开了我一个新的思路。我会找一期会员节目，再详细的跟大家分享。简单的说就是，你看我们这么多人在一起跑强度课，跑了今年已经是第3年了，就我和大家一起，今年整整第3年。就是有的小伙伴会进步比较快，有的小伙伴呢会一直是差不多的状态。我记得一开始我们跑1公里的时候，差不多大家都是3分20-30秒。现在呢，快的我们这一组大概进步到了3分10几秒，就挺快的了。那这种进步是怎么来的？这种进步其实更多的时候是要推自己一把。就是你如果不想着跑得更快的话，其实你是不会更快的。我举个例子，比方说，我那个时候跑间歇课、跑强度课1公里，我大概3分20多。
我每次跑都是3分20多，感觉都是一样的力，一样的疲劳程度，从来没有过那种说给自己跑吐了或者干呕或者不舒服。但是现在也没有，因为干呕这个事情，回头我也再跟大家分享。我觉得不是每个人都这样，并不是说你不那样就没有那样的人付出更多，不是的啊。但是呢，我觉得那次你看我追会长那几组追到2分30多，那也就是300多米。如果你让我那样去跑400米的间歇，你问我能不能跑，我会跟你说能跑，但是跑12个可能不行。但是我觉得对我这个分段的选手来说，现在进步的空间更多的应该是速度，或者说句不好听的，也许只有速度。因为有氧能力、耐力的进步是会越来越慢，而且其实我虽然我们总说业余选手速度的天花板比较低，和专业选手比，和从小练过的人比，但是其实有氧能力、耐力的天花板也不高，差不多也就这样了。就是你跑一个全马，跑一个，或者说不能说跑一个全马，跑一个2个小时40分钟左右的步，你能坚持下来。那下边的课题就是说，你怎么能在这时间内跑得更快？其实对我来说，跑一个2小时38和2小时48的比赛，你要问我跑完之后的消耗，反倒是2小时38的会稍微更好一些，觉得因为时间短。如果老举的例子，你说你在外边逛街逛一天，你也逛不下来，虽然那强度很低。所以跑得更快，其实是业余选手就到我们这个水平，或者3小时以内、2小时50以内的选手提高的一个反而是更有效率的方法。就是这个观点。但是你得时不时的去追，就像刚才我最后那一组就是往回跑，其实也不叫一组了。我跟大家说，刚才跑完那速度，再跑这个速度，就慢了10几秒，你就感觉完全不一样。那这种感觉，就所谓的速度感或者速度能力，就是固化的一个习惯，就是把一个极限变成一个习惯。愉快的早训练结束了，我们联名款的衣服明天就上架了。这么长时间，有小伙伴一直在问，其实我做这些东西就像做会员频道什么的一样，我有的时候会比较忐忑。我希望能够用真心换真心，用真心换各位的开心，也希望大家都能顺顺利利，包括我自己。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。咱们下回再见。